乌夜袭俄机场，炸2架 Su-34，引爆俄导弹油库，歼灭朝制 M1991火炮，连毁2处俄军事基地。俄摩托大军突袭失败，乌击落俄高架无人机，特种兵无人机联合作战，精准爆破俄火炮，乌远程炸翻俄铁路桥。苏美反攻大捷，乌军击溃俄6大部队，克里米亚爆炸，乌海陆空3线猛攻。美国或将交付5套爱国者，欧盟拨款110亿，2艘扫雷舰将抵乌。数万远程无人机备战突袭俄本土，深度猎杀全面展开。俄罗斯兵败如山，遭内外重击，俄国军神警告崩溃。摩萨德突袭清剿伊朗核心将领，美军展示钻地弹轰炸和设施画面。乌克兰安全局与特种部队近日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马里诺夫卡机场发动袭击，成功摧毁2架 Su-34战斗轰炸机，并击伤另外2架。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称，此次行动还对4组俄军飞机人员造成打击，目标包括用于战斗机维护和修理的技术与作战设施。这一精确打击不仅削弱了俄军的空中力量，也对其后勤保障能力造成了影响。据俄媒马什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近日向布良斯克发射无人机，直指俄军第1061后勤中心，成功引燃了物资仓库。随后，俄军的导弹燃料油库也遭波及，火势蔓延，爆炸声不断。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黑烟滚滚，笼罩了布良斯克上空。此次袭击对俄军前线战斗力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导弹油库受损，将直接削弱其空袭能力。这次行动仅是乌克兰持续打击中的一部分。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期待很快带来好消息。这意味着相关方面的紧张情绪将再次升级。战争一旦爆发，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俄罗斯民众对此将感受愈发深刻。乌克兰 UAV 小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成功摧毁了2门 2S 1个巴什克自行火炮以及8门伪装火炮，有效削弱了敌军火力部署。还有一段视频记录了乌军的重要战果，一门朝鲜制造的 M1991型122毫米自行火炮被成功摧毁。这种武器是朝鲜在冷战末期仿制苏联第30榴弹炮基础上开发的改进型号，具备一定的机动性和火力。近年来被俄罗斯从朝鲜大量引入，用于支援其在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军事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俄罗斯日益依赖朝鲜等友好国家提供老旧武器装备，乌军针对性打击这些低效但致命的武器系统，不仅能减少前线压力，也能削弱俄军补给链条的稳定性。值得关注的是，6月26日，韩国情报部门透露，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夏季在朝鲜的支持下，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势。朝鲜计划再派遣6000名士兵参与作战。此前，朝鲜曾派出约 1.1万名士兵参与库尔斯克战斗，造成超过6000人伤亡。乌军目前仍控制库尔斯克约90平方公里区域。朝鲜此次增派的6000名士兵是否仍将集中在库尔斯克方向，尚需观察。尽管俄罗斯兵力明显不足，但朝鲜增兵对整体战局影响有限。俄罗斯更看重的是朝鲜提供的炮弹和导弹支援。日前，乌克兰空军先后攻击了索列达尔的无人机操作中心，乌军动用米格29战机投掷 GBU-39制导炸弹，成功摧毁目标。随后，在卢甘斯克特罗伊茨克，乌军发射了15枚射程超过700公里的地狱导弹无人机对俄军基地发动打击。这种无人机类似英国风暴阴影巡航导弹，造成基地建筑严重损毁，窗户破碎，多辆俄军军车被摧毁。莫斯科尚未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具体战果仍待确认。顿涅茨克战场上，乌军击退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发动的摩托化部队冲锋，俄军使用了20多辆摩托车尝试突击，但被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战场上满是残骸。对俄军重型装备的打击也未曾停歇。6月25日，
乌军第14无人机团使用美制弹簧刀 Switchblade 600导弹成功摧毁了一门俄军自行榴弹炮，目标在被击中后试图逃跑，但最终在浓烟中被彻底摧毁。乌克兰航空兵还对顿涅茨克州索莱达尔地区的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阵地进行了精准打击，成功削弱了敌方的无人机操控能力，提升了当地战场的战术优势。据悉，当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配合电子战，共击落来袭41架沙赫德无人机中的24架，防御取得成效。乌克兰防空部队今日还击落了2架由俄罗斯在以色列授权下制造的 Forpos 无人机，每架无人机估值约为700万美元。此次击落不仅造成俄方高额损失，也显示出乌军在空中防御领域的持续提升。在被占领的托克马克附近，俄军梯队遭遇了一次猛烈打击。显然，敌人在南部新修的铁路线对其占领行动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将持续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进一步削弱其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库皮扬斯克、利曼、恰西夫亚尔和托列斯克等地则持续陷入胶著拉锯，战局进展缓慢。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况稍显紧张，俄军正试图从东面米罗留比夫卡向古拉耶夫卡绕行，意图包抄波克罗夫斯克，形成对俄军突出部的合围。分析认为，乌军应从东北和西南两方向夹击该突出部，剿灭其中俄军。南顿辛帕夫利夫卡方向，俄军从霍里夫卡推进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但没有拉平战线，仅形成一个突出部，战术压力不大。这是一段来自前线的俄罗斯武装部队画面。有网友调侃，难道现在连拖拉机都能上战场了？画面中的装备看上去甚至比人们印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还要老旧。前线传回的消息显示，乌军特别行动部队 SSO Ballista 成功执行了一次针对俄军火力阵地的精确打击行动。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一辆俄军的 2S 1瓦什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该型号为苏联时期设计的履带式自行火炮，主要用于支援地面部队进行间接火力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战报，行动初期，侦察无人机发现这辆 2S1 正在前线活动，处于开火待命状态。乌军随即启动攻击程序，调动一架搭载高爆弹头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打击。这种无人机由操作员远程时控制制，能以高速精准飞向目标并引爆，在战场上已成为乌军对抗重型装备的有效手段。FPV 无人机快速接近目标后，直接命中炮体侧面，猛烈爆炸瞬间摧毁了车辆的关键部位，引发内部弹药殉爆。火炮被摧毁后，几名幸存的俄军炮兵慌忙从炮位后方逃离，试图进入附近林地隐藏。然而，他们的行踪并未逃过乌军特种部队的监控。SSO Ballista 小队早已在周围布控，配合前方无人机回传的坐标，迅速锁定逃跑路径。特种兵随即展开围捕，并在短时间内将试图逃离的俄军炮兵逐一击毙。根据画面显示，这场行动中至少有3名俄军士兵被清除，未留下生还者。另一支乌克兰无人机作战部队 Sky Riders近日也成功执行了一项关键战术任务，对一座埋设地雷的俄军铁路桥实施精准打击，切断敌军重要的后勤补给路线。据乌军发布的战报，这座桥梁位于顿巴斯地区某战略通道之上，是俄军运输弹药、燃料和增援部队的重要线路。由于该桥梁已被俄军布设地雷和爆炸装置，传统方式难以摧毁， Sky Riders 部队决定动用 FPV 无人机进行远程打击。操作员通过一台高清摄像头远程操控无人机，利用低空飞行规避俄军雷达，并精准命中目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引爆了桥下的地雷装置，瞬间将整个结构炸毁，桥梁崩塌成断口，彻底中断了俄军的铁路运输通道。在左岸赫尔松地区，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固定部署点被成功摧毁，遭到火焰吞噬。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边防部队在沃夫昌斯克附近发起攻击，
成功摧毁了俄罗斯的第30榴弹炮、MT-12 Pira 反坦克炮以及3辆军用车辆，同时击毙了6名俄军士兵。这次行动有效削弱了敌方火力和机动能力，进一步巩固了乌军在该地区的防御态势。苏梅方向，乌军将俄军赶出米罗皮利亚郊区，并夺回奥列克桑德里亚定居点。据悉，苏梅边境形势已明显转变为乌军攻势，俄军防守战斗主要集中在尤纳基夫卡、尼夫卡和伊夫卡等定居点附近。昨日乌军反攻再次击溃了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和第30摩托化步兵旅，剿灭大量俄军步兵并俘获多名士兵。这些俘虏来自包括第104、第106空降师、第4、第110、第155、第810海军陆战旅及第30摩步旅等多个部队。乌军已向驻守苏梅的俄军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于6月26日表示，今年俄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已失败，本周苏梅边境的俄军推进被有效阻止。他指出，这次攻势类似去年对哈尔科夫的失败进攻，乌军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苏梅接触线保持稳定，乌军采取积极防御战术，以解放边境部分地区。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6月27日晚，乌克兰向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发射多架无人机，目标直指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设施。现场视频显示，无人机巧妙躲避俄军拦截，精准发动攻击，多处俄军设备被点燃，海面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乌克兰官方随后发布报告称，已摧毁3座雷达站，并击毁了一套 S-400 防空系统。俄方尚未就此次损失作出回应，但乌军近期在黑海及克里米亚的袭击频繁。早前，乌克兰还在赫尔松海岸击沉了一艘俄军舰艇，据悉使用的是土耳其制造的贝尔卡尔无人机。同时，乌克兰首次公开了国产大型发动机无人机 Airpark A2 的空袭画面，该无人机已对俄境内目标展开打击。北约峰会结束后，乌克兰获得了更多国际援助，特别是在防空武器方面。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可能会向基辅交付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虽然这消息是由乌克兰社会组织负责人在电视采访中披露的，目前白宫和乌克兰官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尽管特朗普在峰会上曾暗示支持提供爱国者导弹，但结合他以往的态度，我个人对此保持谨慎乐观。对于乌克兰而言，如果这5套爱国者系统能如期抵达，将极大缓解其防空压力，提升对俄导弹袭击的防御能力。6月27日，欧盟高层在布鲁塞尔明确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全方位援助，包括拨款10亿欧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并履行提供200万发炮弹的承诺。此外，欧盟还将在7国集团乌克兰重建贷款倡议 ERA 框架下，为乌方提供110亿欧元的融资支持。此外，澳大利亚计划向波兰部署一架E7雷达侦察机，帮助收集俄军情报，作为西方军援转运乌克兰的重要枢纽。波兰获得澳大利亚的情报支持，将进一步加强对俄军动态的监控和反应能力。比利时和荷兰也已正式向乌克兰交付2艘扫雷舰。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确认，其中弗拉尔丁恩号军舰将被乌克兰改名为梅利托波尔号，比利时援助的水仙号军舰则更名为马里乌波尔号。这些命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乌克兰海军正逐步重建，其官兵还创下了培训纪录。荷兰的支持力度极大，不仅提供了24架 F-16战斗机，如今又送来了重要的海军装备，助力乌克兰巩固防御力量。与此同时，加拿大国防部长大卫·麦肯齐宣布将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等武器联合生产，相关资金拨款正在讨论中，或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此前，英、法、德3国也表示将加大对乌克兰武器研发的支持，德国尤其提供了远程导弹技术。此外，
拉脱维亚近期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批约1300架无人机，作为前线常规弹药，进一步增强乌军作战能力。日前，乌军还发布了新型多用途无人艇 Magura W6， 该无人艇不仅能执行作战巡逻，还具备疏散和后勤支持功能。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行动数量将显著增加。他指出，乌军的战略已经从防御为主逐步转向主动打击，特别是在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上的作战，将成为下一阶段重点。乌梅罗夫透露，乌方目前正在筹备一份涉及数万架远程打击无人机的供应合同，这是乌克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采购计划之一。他表示，这批无人机将具备高精度远程打击能力，可深入俄罗斯本土数百至上千公里，专门用于打击敌方的军火库、油库、后勤基地、机场与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据悉，该合同涉及的无人机将由乌克兰国内外多家企业联合生产，不仅具备自主导航、抗干扰能力，还将配备卫星定位与智能打击模块，能够在复杂电子战环境下依然完成任务。乌梅罗夫强调，这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是形成一个持续作战能力的长期战略储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表示，政府已全面掌控了无人机项目的核心环节，包括指挥协调、技术研发、资金投入、产能提升以及相关审批程序的简化。他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提升无人机的产量，因为这类装备已成为前线作战和城市防御的关键力量。泽连斯基指出，无人机不仅在战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在成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欧洲理事会会议结束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科斯塔一同表示，欧盟已做好准备，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冯德莱恩指出，尽管乌克兰正处于战火之中，但其政府依旧履行了所有改革承诺，这是欧盟决定开启谈判的重要依据。他称现在是推进的时机，并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属于欧洲。科斯塔则表示，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的整体安全密不可分，欧盟将继续通过改革协助乌克兰走向成员国之路，以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虽然匈牙利仍在阻碍相关谈判机制的全面开启，但除其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均表达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这一天对乌克兰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在北约的轨道上，乌克兰都已迈出不可逆的一步，其为主权和自由所付出的努力，终将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应有的回报。同一天，俄乌战争的另一端也传出警告，被称为军神的俄罗斯前指挥官基尔金透过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时间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俄罗斯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前线突破，我们将面临后方崩溃与军事失败。这一发言凸显了俄罗斯目前在战场与战略上的双重压力。另外，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克里姆林宫不仅无惧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损耗，反而将其视为未来扩张的演练，正在为可能入侵北约国家做准备。报道指出，俄罗斯每年征召约20万名义务兵，近期更将编制人数提升至150万，显然是在为与西方爆发大规模冲突做铺垫。如果乌克兰战败，俄罗斯将获得宝贵的喘息与重建期，足以恢复其武装力量，甚至可能强迫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加入俄军，进一步扩充战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媒体和电视节目已在公开讨论对柏林、巴黎甚至里斯本的轰炸设想，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而在德国，仍有人对这一威胁认识不足，未能真正重视俄罗斯可能带来的深远危险。尽管以色列与伊朗之间表面上暂时保持克制，但暗地里的较量从未停歇。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以色列特工再次深入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内部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
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6日晚，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德黑兰发动秘密行动，清除了2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以及一位参与和研究的科学家。虽然截至目前，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官方均未对此置评，但社交媒体流出的视频显示，当地却有居民楼发生火灾和爆炸，远处清晰可见滚滚黑烟升起，似乎印证了这一消息。根据相关报道，疑似爆炸点是伊朗军官的住处。早前，革命卫队曾公布过多名高级军官的讣告，其中9人都在过去几个月被以色列定点清除。此外，伊朗国内一处广受争议的监狱埃文监狱的总检察长阿里·卡纳特卡尔也已证实在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尽管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但德黑兰并未表现出软化，反而高调宣称取得胜利。伊朗官方媒体宣称，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同时击败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发表讲话，称美国之所以亲自出手，是因为以色列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他还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毫发无损。不过，美方给出的说法则完全相反。美国五角大楼的凯恩将军展示了美军钻地炸弹 GBU-57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打击画面，称这些炸弹精确命中设施关键部位，包括通风口等核心结构。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发布初步评估结果，确认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在空袭中遭到摧毁。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角力，仍是以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焦点。美伊两国目前正联合推动新一轮对伊朗的谈判，并提出强硬条件，要求伊朗交出所有浓缩铀，否则将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据 CNN 报道，作为交换条件，白宫可能提出提供300亿美元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能，并同步放松部分制裁，以换取伊朗彻底放弃核武开发。眼下，局势仍然紧绷，尽管战争的硝烟暂时淡去，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在核问题上的交锋，仍在持续升级。双方都深知，这场较量不仅关乎安全，更决定住中东地区未来的战略格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